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我以為這個 combo 已經消失了的一隻英雄的這一場比賽，就是什麼意思？如果大家看到這是我們打那個對手英雄是這個降臨術士，對，就是那個後面有個精靈的一個英雄吧。然後那個精靈它是會自動攻擊的那個術士類型、魔法類型的一個英雄。那我以為如果大家有印象，大概是4、5年前嘛，這英雄是有一個非常之 broken 的那個模式，就是它可以無限的把人炸死，就是用那個精靈來進行那個無限轟炸，來把人這個血量從滿血炸到零血。對，但是好像這個 combo 已經在我印象中在幾年前已經得到了修正了，就是因為這個修正就導致這個英雄的出場率從90%直接掉到1%，甚至更少。对，就是總之你是不会再看到这个英雄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那但是，在我最近打的这一场里面就是我是開直播打的，那我跟這些觀眾都同時見證了這個 combo 重新的回歸了起來，就是重新出現了在這個 Lost Cycle 裡面。對，那這個呢就讓我非常驚訝，因為大家知道這個 combo 當初為什麼要改，就是因為太做壞了，做壞到基本上所有玩家都會用這支來進行遊戲，因為根本是沒英雄可以進行那個克制的。那所以的話，這是我重新看到這個 combo，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對，那我們這次就來看一下我是怎麼跟這個降臨術士的無限轟炸的 combo 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來到這個第2回合了。那如果大家剛才有留意的話，我上一回合就基本上就是讓他那個無限轟炸給炸死了。那我們這回打這個降臨術士就要非常之小心跟謹慎，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是有這個無限轟炸能力。那我們打降臨術士，首先我的打法有2種，他有精靈的時候我有2種打法。第一就是盡量跑開，當他有那個精靈在背後像現在一樣，那就直接跑開，不要跟他硬碰硬，就避其鋒芒。簡單來說，因為他這個精靈是會自動追蹤攻擊的，就是就算你是攻擊他的時候，他的後面的精靈也是會自動攻擊你。所以的話，基本上就是因為這個小的特色導致他這個英雄基本上是無解，在有精靈的時候。那第一點就是怎麼處理他，那個是直播的時候有觀眾提醒我才知道，那是直接用這個 Breaker 把他打倒地。因為這個降臨術士他的那個能力雖然很強，那個技能力，但是如果他倒地的話，那些技能是會直接消失。對，那 Breaker 那個重力就可以導致他的那個股權小龍頭盔無法使用，那就可以直接讓他精靈直接消失如果打中的話，那大致上就這2個解法。那第3個的話是比較特殊一點的解法，就是用天魔 SD 直接硬吃他的傷害。對，這個就是下次就是當你真的沒轍的時候，就只有這個方法。OK， 這邊超速 SD 抓到他，直接把他炸死。可惜，可以那這邊他看了 SD， 他的 SD 就是把他的精靈全都召喚出來，因為他的精靈如果是平時的那個模式的話，他需要不停的轟炸，然後才能把那些精靈進化。那他的 SD 就可以跳過這個步驟，直接把精靈全都召喚出來。那5隻精靈，而且是等級2的一個精靈的話，是非常之麻煩加 broken 的。那這個是它的 level 1的形態。OK， 就是看到就2隻小精靈。對，這個是 level 1。那 level 1的話，其實就也是打不了，因為它的那個自動追蹤實在是太 broken 了。我真的沒想到為什麼這個遊戲創這個英雄的時候，為什麼會把自動追蹤這個攻擊放在，就是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出現？因為這個遊戲以前是有個叫做手系系統的，就是那個什麼戒指項鏈那些東西。那之前就有一個好像是項鏈嘛，還是戒指？應該是戒指。總之就是那個東西它有一個自動把人彈一下的功能，就是當人攻擊的時候，你有幾率
把人彈一下，然後直接斷人的 combo， 那個因為實在是太做壞，所以官方就把那個系統直接移除了。那其實啊，這個駕臨術士它的那個精靈的功能，基本上就等於那個手勢功能。那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官方他沒有把這個自動追蹤這個功能移除掉在這個英雄身上。所以的話，我真的想不通為什麼官方沒有這麼做。那所以的話，我們現在面對這個英雄啊，只有一個做法，就是有技能的時候，如果你真的已經找不到切入點，把他的英雄打倒地的話，我們直接離開就行了，不要跟他硬碰硬。OK， 這邊抓到，那把他，哎呦，可惜，在這邊的話就其實做不到，那就顯示問題。OK， 這邊的把他打倒地 ，OK， 那技能就消失了。那沒技能的時候，我們盡量追着他來打，就不要讓他有那個空閒時間存技能出來，然後把你攻擊，因為他有技能，基本上你就打不過他了。OK， 這邊呢，他沒技能，追着他來打，不要讓他有那個喘息的空間啊。OK， 不錯不錯，這樣就可以把他打下去。那這邊繼續追蹤。OK， 這邊呢，他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喜歡用這種無敵型的裝備來讓敵人打不到他，然後他就可以趁着這個時間點啊，來存這個技能出來。對，這就是非常麻煩的一個打法。那這邊第4位啊，他換了這個安全鎧甲。就是安全衣啊，那也是安全衣，是為了防止其他人接近他的身，只要接近貼他身，那他只能用這個衣服來把你彈掉。然後我剛才說到，那他有技能的時候你是貼不了身的，然後他就是利用這個雙重的保護，有技能的時候你不能貼身，因為他會自動攻擊。然後他不能貼身的話，那個安全衣就可以存起來。那當他那個技能消失的時候，那他就可以用那個安全衣保護自己，所以它就會導致非常之 block 的情況。哇，這邊就是那個無限炸、無限轟炸，我真的頂不住，直接把他用防英雄直接跟他硬扛吧，不然的話基本上你就基本上是無解了。讓我來說的話，這邊讓他空炸到，而且他那個是破防了，所以說我的狂戰巴薩那個無敵是完全沒用。OK， 這邊的話讓他炸到那個血量從差不多滿血炸到這樣，所以的話，官方你能不能這個創立英雄的時候，用你們的平衡做得好一點，不要再做這種那麼不可能的英雄。对，那起碼這個英雄我覺得要平衡的話，你先把這個那個自動追蹤功能拿掉啊，太做壞了，太做壞了。那但是這局已經讓他輸掉了，那就是只要犯了一個錯讓他抓到，基本上就等於輸了。對，那來到第5回合啊，那第5回合也是遇事不靈，立馬用到了 Spider。總之有什麼困難打那個經常拿多少 Spider 出來，是可以幫你解決90%以上的問題啊。OK， 這邊的話可以。那就把他第一波的那個精靈攻勢打斷了，那就基本上如果你追着他來打，他是很難存這個精靈的。所以的話，多斯巴達又為我們人類解決了那個重大的問題啊。OK， 那這邊那他有精靈，我們沒技能的時候直接離開。那但是這個地圖比較小一點啊，那我們離開也是非常之困難。OK， 這邊布卡直接把他那個精靈打斷，那他的那個能量就傳得很快啊。那他的技能又起來了，那而且他那個技能的能量啊，是可以通過轰炸的這個爆炸來存的。所以的話，為什麼我說不要跟他硬碰硬？因為他能量如果不停地把你用那個爆炸打你的話，他是會存能量，然後自動追蹤的攻擊也會存能量。所以的話，他是一個快速疊血球的一個英雄來看，這轟炸無限轟炸，那把我的血量炸到這樣，那基本上這局我就陷入大劣勢了。OK， 這邊可以啊，用那個天魔 SD 把那個血量先回復一點起來。那這個血量的話，大家你覺得我還有沒有那個機會來一個反轉？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想一下。OK， 這邊的話，但我們還是盡力吧。OK， 這邊的話嘗試抓他。那因為通常用這種，我會說是無腦角色的話，通常那些技能都會看得比較差一點。OK， 這邊。OK， 抓到，那反轉的點來了。那這邊抓到的話，我們就可以。那抓到，那他應該死了。對，那不錯，來了一個漂亮的反轉。